大家好，2026年2月27日，这个周末很开心来到1年1度的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。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彩绘稻田的美景，还有我们在这个展区展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业。由于是展览的比较末期，所以大概看得出来我们的花这些植物相对已经就是到比较末期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很美的样子。然后从停车场走过来，马上可以先看到这个农游时光这个区域哦，还有它这个这一次展览的陆地这个主题。然后另外这里是它的一个小的火车哦，其实是一个接驳车，从停车场这边的会场那接驳到就是彩绘稻田。那前面这个农游时光的这个探索馆，它就是一些摊贩啊，还有实农教育的一些成果展这样子。然后我可以看到展览很多绿色的香蕉。那这边也有一些摊贩区，简单的一些食物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小火车准备发车。那我这边呢是用走的方式去前往会场，其实不会很远，当然不是为了省钱。那第二区这边是关于花卉的部分，可以看到我们很厉害的这个蝴蝶兰，各式各样的台湾这边非常有名的花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往下的一个这个通道通往下一个馆舍，这里有把我们的蝴蝶兰倒着挂，用这样子的方式走过去的一条道路，看起来非常好。那下一个馆舍是生活园区，它讲的是木材的使用，所以在这边有很多木材的加工，像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看米，然后也有一些手做的部分，还有一些木质的这个钢护品，看起来都蛮值得购买。那这里则是关于木材的在里面。那服务台这边则是有树苗的免费发送，因为我来的时候比较晚，所以发完。那再来这个区域结束后，我们就继续往下走。那往下到下一个区域，这里呢可以很明显看到，这里就是有很多大型的盆栽，松树、柏树的盆栽。那这里可以看到那个会场的大型热气球。这些盆栽上面有标记它的名次，有的是金牌、银牌、佳作等等。然后走过来可以看看这个得奖的，它的美跟我们心中的美是不是一样？我们可以看看评审是怎么看这些盆栽的。那这里是一些木材的加工品。
然后这里有金牌、银牌。到底就完蛋了。好哦，如果你摘完的话，我们就回来，你不用集合了。继续往下走，则是一些相关的加工品的摊贩。你用现场有的自己的食材，然后做最简单的烹饪。整个最简单烹饪就是还有茶叶等等。接下来则是要走这个廊道，彩绘稻田被3条廊道包围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穿过这一条关于瓜类的一个廊道，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、不同品种、形状迥异的各种瓜类，看起来非常的有趣。大部分我们都不一定有使用过，有的形状真的很特别。然后也有很有趣的颜色，我倒是没有想到这种实用的农产品可以拿来做成这样子的绿色廊道，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创意。那接下来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主场馆，然后旁边这里有艺人的表演。那这里是另外一个摊贩区，走累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也是有贩卖一些有趣的那种农产品。那大概绕了一圈，我就往馆舍内移动。这个馆舍是屏东农业物产馆，那它楼上则是有这个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，在里面有很多摊贩，大部分都是屏东这边有的一些店家，所以有机会来这边，就是在热农的期间来这边，可以吃到很多整个屏东有名的这些店，像潮州这个农牧官园。那我简单的把每个摊位都看过，然后看看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小食品，像这家原住民的，就有很多原住民的食品。那继续往下走这一区，就是看到很多小朋友在玩。那这里则是养殖业的一些观赏的变色龙。那这里有些观赏的类，养殖鱼跟观赏鱼在屏东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。各种树蛙。
着走楼梯到2楼。2楼是跟养殖有关的，不过我先走出来到这个外面的区域看一下彩绘稻田。2楼正在有一场这个国际的这个观赏鱼的比赛，另外一边则是有可以买到一些冷冻的鱼。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鸡蛋糕、鱼丸。各式各样品种的观赏。这个品种多到真的需要上面的这些标记才知道是什么。有一些是 AI 互动鱼缸，可以去就是挥挥手，然后它会有一些亮灯之类的。这里有写孔雀的这个比赛。这里也是互动鱼缸。接下来这一区是关于屏东畜产业的这个一些介绍。那这里是渔业的介绍，还有各种农产品的标章介绍。接下来上到3楼来看这个彩绘稻田。今年2026年的彩绘稻田的一个主题。那3楼这边有展一些农业相关的照片的展览。接下来回到1楼，1楼户外有一些摊贩，那这个是正在表演。那我回到1楼室内的摊贩找一点食物吃。那准备要离开这一区。接下来这一个隧道是金瓜要马隧道，可以看看它这里提供的是什么植物。其实如果不会的话，它旁边都会有写，像刚刚经过的白香，有一些品种真的我也没看过，非常的有趣。另外是我也蛮好奇，说像这些作物，它其实是应该会有很多粉丝哦，他们其实顾得蛮不错的，所以没有那些粉丝，不然民众这样经过的话，应该就会被粉丝就是吓到，因为量会很多。再来这边是第3段的最后一段的一个隧道。这一区的隧道有一些作物，它并不是在上面的，像这个彩椒它是在下面，然后这里是豌豆，有各式各样的豆，很有趣。
最有趣的还是这个长条状蛇瓜。你们都要不得不说，难怪要摆那个一个工作人员在这里，感觉就是会被民众撞到。太阳也慢慢的要落下来了，不过看那个天空好像冒着烟，怪怪的。后来回来查，结果发现是在高屏溪沿岸有一个蛮大的那个火灾，准备结束这个1年1度的这个热带农业博览会。谢谢大家。